曹柔，刚吃饭。午饭就喝粥啊？啊，最近牙疼，只能喝粥。那要多注意饮食和休息了。上官老师，您上次是不是说我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问您？你遇到困难了？律师的工作和我想象中不太一样，原本以为要接触的都是社会上的大案要案，但实际上更多的是一些家长里短的案子。这些民事纠纷需要准备繁琐的材料，要花的时间也不少。所以你觉得这和你向往的工作方式有落差？我问你，律师的本质是什么？怎么和当事人沟通？怎么和公检法沟通？铭记各项诉讼流程，避免因为失误而影响诉讼权。熟悉各项文本的书写，争取把每一个文案做到最好。虽然你现在做的是琐事，但把这些琐事做好，能学到的可不少。我明白了。哦，上官老师，上面案是不是要提交证据了？我来帮你一起整理吧。还剩下一部分，那我就交给你了。下班之前给我。好。正好我抽空去见个当事人。猜猜我看到了什么？咱们的上官律师居然破天荒的给后辈灌鸡汤。琼蓉是他的代教实习律师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你一个大男人怎么这么八卦 ？No No No！ 以我这么多年对上官律师的了解，他什么时候对下属这么温柔过？同为男人，我觉得上官律师这次的行为肯定暗藏玄机。不信，咱们来打个赌。来，坐一下，坐一下，走。不好意思，我的副驾驶只载我女朋友，你哪位？你就把我现在当成你女朋友不就行了吗？别！你没看这医院发的福利吗？还有那3宝的，还有科室那些护士们不要的，我全都得带回家。我站了1天了，我一步也走不动了啊！你车呢？我车给3宝了。你这好不容易医院放假了，我还不让他出去浪啊？怪不得护士们都说陈医生是宠妻狂魔啊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必须的。那我也得向陈医生好好学习学习。现在要去接我的加班女友，再见。不是，我上枪，别燃烟，别上枪。那什么人呢？你这是？坐个车被塞一顿狗粮。哎呀，秦主，陈副，开车了没？哦，我打车来的。哎，我把我这大米给你吧，给，我拿这也不方便，多谢了啊，拜拜，回见了。不是，秦主，你没明白我意思，秦主，我什么人呢？这都是，不就塞给我？看你们一个一个多遭人嫌弃啊！哎呦，太好了，别吃了，过来。哎，就行，去吧，我给你捡去。就行。曹柔，上官老师，上官老师，我还剩一点，但您放心，我一定会整理好，不会耽误你时间的。还剩多少？还剩。上官老师，是我主动要求帮忙的，但我一定会搞定。不过按照你这种理法，理到开庭都未必能够理清楚。我是不是给您添麻烦了？我问你，在这证据里面分几类，什么最重要？我觉得分7个部分：申请人的企业简介、商标的由来说明和设计稿等相关、商标的宣传材料。我说的不是这些，而是问你，你有没有具备证据排列的思维？证据排列。第一梯队是最重要的，是可以直接影响判决结果的证据。第2梯队需要各方当事人已经提交的证据，可能不能决定案件的判决结果，但会对法官裁判造成一定的影响。例如，
这些网站的截图、公司内部的照片、经营资料、管理团队以及充值记录、信用卡账单、ATM 的打印账单、总额截图、信息截图，以及第三方提供的交易流程。然后后面就是第3梯队的证据，还有第4梯队的证据，以此类推。明白了吗？我懂了，谢谢上官老师的指导。律师的时间是非常宝贵的，如果我不在，你可以问其他律师。我知道了。天哪，都这个点儿了，我眼睛都快粘在证据链上了，完全没注意。还有多久才完工啊？估计还要一会儿吧。不过啊，今天幸亏有上官老师手把手教我，不然我估计熬个通宵都做不完。手把手？那我可不答应。你在开玩笑，我挂了啊。你到家了吗？我今天估计要到挺晚的，你到家就早点睡吧。不用等我了。很晚是多晚啊？多晚也得休息吧。劳动法第520条明文规定，不得占用别人女朋友恋爱时间。那你肯定是没仔细阅读第521条，医生和律师不在劳动法的保障范围里。你可越来越像我女朋友，都能顺着我胡说八道接下去。越来越像我男朋友了，条款都能现编了。哎呀，人年纪大了记性不好。我刚刚编的是多少条来着？520。520。好啦，我得去忙了，早点休息吧。去吧，下班了记得给我发消息。